在寒冬的荒野里生活72个小时，很多人都可能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最近正月期间，温度骤降到零下38度到40度左右，基本的物资都是自己带好的。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温度。随着太阳的落山，夜晚的降临，寒冷会包裹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如果白天没有准备好充足的柴火，夜晚将会非常难熬。前2期视频，我们沿着高压线把车开到了林场更深处的森林里，距离变得更远，那物资收集就成了大问题。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收集柴火。现在有电锯，只需要找到一些倒的树就可以，或者已经枯死的树，咱们需要周围好好逛一逛。出发之前，我先换身衣服，这身衣服不行，这是羽绒的。每年在入冬之前，我们这里会组织大规模的清零活动，大多数是一些病死或者说妨碍其他树木生长等各种原因被砍掉的树木，一般会堆在一起，个别单个的树木会被放倒，例如眼前这一棵就是阻碍高压电缆线的树木，可以直接顺手拿来用。现在每天到晚上的时候，尤其过了午夜12点，烧的柴火的数量是之前的好几倍。温度太低，需要更多的热量去维持。现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冷的时候，每年都是。等到3月份，3月中旬之后就开始转暖了。哎呀，新发现呢！看到这脚印了吗？这一片全都是非常深，看这脚印，这都是他们的足迹。看，哎呀，好久了。随着往森林深处的探索发现这次从这里路过的狍子数量非常巨大。正常来说，狍子是以1家3口为一个单位进行活动的，但从这次脚印我们能分辨出来，数量可能在10多只以上。狍子坑。看这个狍子坑，这边都已经硬了。一般刨坑睡觉的都是狍子。看这个脚印儿，这有一个，这儿一个，这在这睡觉。这个尿液都冻上了。这是一大群狍子从这走，这不是1、2只的问题。狍子粪便，拉的粑粑，看看。说实话，这是今年入冬以来我第一次看到狍子的足迹，没有之前。今年山里的雪量比往年大很多，导致食肉动物经常下山活动。前2年在山里的时候食肉动物比较少，满山可见狍子的足迹，但是今年变得截然不同。这又一堆，已经被雪盖住了。行了，咱们现在还得收集柴火，一会儿天黑了，咱们还没收集完还解决呢，时间不赶趟，咱们得抓紧。它有些树木长得会太密，会靠近这个电线，很危险，所以说就要及时清掉，或者说防火通道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这天要干的活还真不少，水又没了。这次从林场拿的是电锯啊，在这么冷的环境下使用一定要格外注意，否则电线很容易就被冻断。再一个，我们为了节省电量，前面的粗壮部分就用电锯去解决，后面呢，咱们改为手动。整理一下，看我这个把我所有的物资都放在桌子下面。这次来带了好多东西，一大块牛肉，2斤，不到2斤。这劈柴真是个累挺活。明天我准备往山上走一走。之前就听他们说过，山上有帐篷，还是有废弃的房子。10几年前那边林场嘛。出去待太长时间了，然后屁股还有这个腿部全都是沾血湿的，回来难受了一小会儿。该准备另外一条裤子在屋里穿，但是太麻烦了，就将就一下吧。回来拿火炉烤一烤。这个电量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这么长时间，70个小时啊，3天，只能省着点用。晚上的话，就是这些灯看到了吧，都充满拿过来的，不能完全靠这个电源。太阳能板的话，等开春再说吧。我们去年秋天吧，蘑菇是产量特别大，大兴岭其他地区都没蘑菇，但是漠河这边蘑菇特别多。我也上山采了好多蘑菇，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一点我之前秋天的视频啊，看一眼。今年秋天呢是什么东西，咱就不知道了。
哎呀，终于完事儿了。今天没有任何活了，回去做个饭就准备睡觉了，累死了。失误了，炖汤开锅太慢了，给我饿的。明天早点做饭。开锅前能加点盐在。牛肉。
末日来记得多备点调料啊！简单的食材配上调味品，真香。我买了好多葱啊！突然想起来个事儿，你看，其实，在这种户外啊，我放在过去也是，大家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不管吃饭也好，还是睡眠也好，都是碎片化的。我半夜起来不是得加柴吗？大概是3根柴火能挺1个小时，就把炉子给添满。现在半夜得起来加几次柴，没什么遭罪的啊。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碎片化的，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然后准备一下明天往山上走的话，看那个山路也不短。是需要再往里添点柴。